是香肠麦克风。哦，我想说为什么一根吃那么久？哦，那个香肠，我刚刚想说为什么你要一直拿着一根香肠讲话？终于 BMW 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而且在我们的 HP2 全世界的这个社团里面也引起很大回响，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也许可以接替 HP2 Enduro 一脉相承。香肠麦。万岁！你彪悍了，大彪悍！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要来搞年度盛事啦，就是 BMW Moto Red Days 2025台湾。嘿，这个间谍，我们的 KTM 的伙伴。嗨，大家好，拜拜。今天是怎么回事？你这个衣服？我想说这样大家比较看得到我在哪里，对，就吸引一下大家目光。这是我们第一次以香肠杯车队来参与这个大会师了。没错。对，那白白是我们的召集人，我们的总召。哎，今天晚宴看到没有？之前我们还笑那个在太阳底下吹海风，就吃海沙，结果现在我们也一样步入他的后尘了。这个我们在日本的车友上田先生也有已经先购入一台了，对吧？然后我们台湾比较晚进来这样子，对，难得。哦，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实车，克里斯也是。我也是第一次，对，对，我们好好的仔细看一下。我记得前21后18吗？17吧，18哎，18吧，18，哎呀，海陆仔，怎么看这台车？是不太符合我的口味啦。为什么？我还是比较喜欢大型一点的车子。大型一点？对，还不够大吗？我还是觉得有点小台。哦，是你身高的关系啦。对，可能 F900 GS 比较适合我。哎，国雄，我们的海卢仔对 F900 很有兴趣。有想要试乘的话，就是也是可以在这边做。你有安全帽吗？对，你有安全帽，没戴。哎，对，要有安全帽，我们就可以让你试乘。稳如泰山。哇，可以吗？哇，我们的虎哥，哎呀，挂猪笼了，我们的虎哥。好，一定要的。要卡普了吗？要有没？国内吗？要搞国内吗？不了，越害羞越害臊。感受一下，哎呦，刚刚好哎，为你而设的。把这个坐高，很亲民吧？这个坐高太亲民了。对你很亲民而已。对啊，对我吗？对呀，你很高啊，其实。我已经算很矮了。天生圣体。这次的吉亚帮我们设定这个，它是77公分。77。对，它是比较 low 一点，比较低一点。所以说你在骑乘它的时候，可能说，假设你今天要用 off road 的话，可能要调高。本身设定是80公斤的设定雨伞，前叉可调，后面也可调。完全不一样哦，非常轻松，非常轻盈。换了，前后都有。后叉芯也是可调的。哎，钟哥，好久不见。说基亚，基亚到，顺便预告基亚最新最酷的动向。我们有可能明年7月5号可能会跑苏卢卡的那个巴奈。古鲁卡用我们的彩绘是装哦，用那个 R1，还有应该全日杯的 R6也会过，说是过。刚签好约而已，我刚送日本的那个伙伴去坐飞机。那我去找一下。看他，你看他。有空过来去找我。好，没问题。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对不起。钟哥这是真男人，你有去玩了那个电视吗？真的是非常是男人的一个玩具库龙吗？梦想车库，真的很浪漫，真的很浪漫，真的。没有梦想遗留的东西就好了。老规矩照惯例，我们 BMW 大会时，我每次都会找妹子尬聊的环节。对，然后那边有几个车模，应该可以去问一下嘛，要不要去尬聊节？可以。我好久没有尬聊，也不好意思哎。我觉得我可以挺这一位，比较帅。三人成虎啦，要去尬聊一下。嘿，你好，请问一下。哦，你真的吗？我想说为什么一根吃那么久？哦，这是麦克风啊，我们是香肠杯车队。香肠杯车。对，应该是你有听过吧？也不好意思。有啊。情绪价值给的真满。请问你最爱哪一台车 BMW？ S1000R。哦，为什么？很帅啊。很帅吗？对，而且我本来就比较喜欢街车型。所以你本身有骑过重机吗？没有。我专门坐后座的。Double R。哦，所以你本身也是有骑过重机吗？没有啊。也没有。我可能会，我骑不上去。你很喜欢吗？为什么？我喜欢刺激的感觉。哦，刺激的感觉。很帅，对嘛？大鸟，女生很喜欢大鸟嘛？哎，你知道他叫大鸟吗？外号？哦，你知道吗？OK。所以我喜欢大鸟。我都喜欢。你都喜欢？你有特别就喜欢的一些就车种吗？没有，因为
我没有骑过。哦我，OK 都。骑马里奥赛车的。哦，马里奥赛车，那是卡丁车吗？卡丁车。 OK， 好。有马里奥赛车里面有重机，好不好？好。有机车哦，对，有。去玩。我是 LI 点 BB 5个 Y 丽比。好，利比。我是 MUFI 底线0221木飞木比。无比 OK。 TING 02.24。好，糖 OK， 好，嘿，我们的大鸟的爱好者。大鸟的我老公 AILY 底线 WEI 艾利伟。好，谢谢。所以晚点你们会上台表演吗？不会。不会哦，好可惜。好，晚点见了。老板怎么那么帅？这世上居然还有比我尴尬的人类。OK， 大哥，我穿错了。我们的高雄资深车友，GA 车友王大哥，来过多少届了已经15年， ？15年开始嘛。对啊。哇，应该有就只有高丁那时候休10息年了。10年了，哇，我唱过13届而已。就住附近啊，所以我就看你们要不要去家里休息。终于真的很近，吹冷气好了，这边太热了。真的来有点早，我们就来有点早。上次我们来的很早，我们上次就还去按摩了，早到去按摩。今天呢，我们都没有汽车来，所以可以为所欲为的喝啤酒。我要冰啤酒，我要一杯杯的喝。百威金色的，有没有？是冰的都好，冰的都可以了。对。我车上有一个香肠加蒜头，那我们椅子也是有，真的是有，都是钥匙圈嘛。对，这是我们的麦克风棒。嗨，你好。赶快来喝百威啤酒。百威赞。第三杯了。爽，舒服。OK， 香肠杯车队已经抵达现场了。你好。克里斯还有香肠可以吃。没错。再喝2手，我应该就会真的把它吃下去。那边的颜值担当，蜜姐。这是麦克风。对，帅的香肠。很特别。那个我们克里斯，你剩下几次了？大卫斯第3次了吗？哦，真的是哦，自从那个大卫斯有喜剧克里斯这样子在记录我们感觉更加深入了，从来没有缺席过大卫斯的男人嘞，太屌了。从2008年开始，10多届，快20年了，就持续再参加下去，好不好？一个信念 ，BMW 大师兄好难得哦，稀客。看到没有？红色系，喂，很害羞的大师兄，神龙不见白尾。要跟第9届一样简单的入门级的再办。好，很快。办入门级的我们才有办法去。没问题。那个双数杯的太可怕了。当你以为掌握了香肠杯规律，其实那才是迷失的开始。天哪，我们深红是真男人全副武装全副鸟装全身拉力，超热热啊！阿 Kira 呢？阿 Kira 真，阿 Kira， 对啊，可爱的香肠麦克风，来请，我们凯旋要停外面呢，杂牌车要停外面呢，这杂牌车是我进来的 ，GSA 还有全副鸟装，很热吧？还好，还好，来摸摸看，摸，是冰的呢，冰块啊，凉快。这种天气还可能跟另一半出来骑车都是真爱，懂吗？来，请问一下，会很热吗？今天？会啊。为什么愿意跟你的先生骑这种车子过来？那么热天气。斥资买了这个。哦，果然还要招待好后座，一切好谈。劝各位那个前座记得都给后座买一个，他们会比较甘愿跟你出门。真的好可爱哟。对吧？这个是什么？啊，这是什么？问卷吗？对。这是什么？好可爱哦。这是香肠麦克风。瞧瞧这超得意的嘴脸，实在有够欠揍。对。但拿掉好像有点奇怪。因为我们是香肠杯车队，不要误会。知道出手了吗？日本其实在6月份已经开卖了，然后威亚赏他已经在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他们日本的首批的 R120R120GS。因为我是一个 HP2 的一个 owner， 好吧 owner。台湾只有4台，它的调性其实跟它是很接近的，只是差于在于它是电子油门，引擎反应速度比较快。新这一款的比较稀正一点，没有像之前的版本这么的乱晃。之前版本是哪一个版本说？听说是 WP 的前身的工厂做的啦。对，因为那是蛮久的车，2006年的车。这年来很多车友都会把它，就是国外车友，台湾95而已啦，会把它改Orange或是 WP， 弥补它的悬吊不足。然后自从 R12GS 问世之后，其实不管是在那个整个车界引起回响，而且在我们的 HP2 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社团里面也引起很大回响，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这台车也许可以接替 HP2 Enduro 的这个一脉相承啊。对，但是不过它有几个硬伤，这个是有提到的，就是说它的重量，然后它的配重有做比较好一点，稍微靠后一点的，包括其实在我们
我们HP2的那个车其实重心是比较靠中间的，所以我们在做一个就是一个要跨越那个 overload 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重心要很往前。但是这一台是不太需要让你很往前，因为我们的重心是稍微在靠后，大概在5公分左右。那个时期的车设计的就是要攻坡了，所以它要设计的很战斗，所以它重心比较偏前面。对啊，所以这车算是目前比较能够与早期的传说的神兽 HP2 Enduro 做一个比拼的车。这个油箱好夹，好夹吗？好夹。有时候你在进攻的时候，在进攻那个陡坡，像我们前阵子不是在进攻那个 A 组陡坡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可以透过夹车的时候稳定你的身体，对，然后它的那个脚踏又给你大块的，你会觉得你在攻坡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那个力量把你往上推，比较有好的那个进攻的侵略角度。还有重点，它后轮是18寸的。哎，是吗？没错，这台是18寸的。这一次真的是不得不承认说因为终于 BMW 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1150的时代还是110的 GS 的时代，他们采用了17寸，他们是为了要有好的巡航里程跟基本的抓地力，所以才妥协。17寸的那个长程越野胎比较多，但是18寸的话，大部分都是战斗胎比较多。但是它这次为什么要改到18寸？是因为第一，它改18寸之后，它那个进攻角度会比较大一点，行程会多一点，所以你在进攻像一些土路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石块啦，或是一些泥巴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通过18寸，你有更好的越野能力。但是18寸普遍的能够让你 Adventure 的轮胎其实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战斗胎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让你选择赛车的时候，可以让你选配18或17，根据车主的想法或要求来决定说你要侵略性一点的呢，你还是要公路巡航一点的。去选配你要的顺数，后轮很重要。所以这种 Enduro 的车其实后轮非常重要。我这次也是透过改了17、改18之后，才办到18寸的胎，跨越能力真的太强。你看我那时候跑 A 组路线1分多钟而已，完全不卡，17寸我就卡很久哦。对啊，有极大差别。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热爱 Enduro 或是硬耐力的一个玩家的话，我会强烈建议你就选配18寸。这是小弟的一个小建议。OK， 谢谢。差异很大，对不对 ？HP2 的车界里面拥有就是什么？他们讲叫做梦幻一品，这是完全买不到。你说这个黑黑一圈就要3000美金？对，没有错。但是这个不知道，我曾经有在 eBay 上面有看过一整组在卖，但是它很快就被秒杀掉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当时候如果没有买的话，就没有机会了。也不会惨了嘛？这个已经没有啊，因为车那么少，全世界才2000台而已啊！经过20年被做掉那么多台了，十几台。好酷哦！还是那个之前早期的马波罗涂装哎，超帅的。我们当时就尬聊而已啦。IG 对，想要分享吗？可以啊。随缘，哎，请说。BOBO_0814。彤彤 TONG_HE。太久没有尬聊了，对，也不好意思，也生疏了，快2年了，对，生疏了。对。他刚说有点尴尬了。哎，可以拍个相片。这是我们的麦克风。你的香肠。对吧？他没有特别准备的。对，这是我们的，是不能吃的。好。我刚刚想说，为什么你要一直拿着一根香肠讲话？再次验证，想逗女生笑，你只需要一根香肠。据说我们的化石先生跟香肠也是有很渊源呢。对，我在卖烤香肠，我是正宗的啊，就是靠卖烤香肠啊，要养活家人啊。哎呀，哇！下次香肠杯的香肠通通我来出。哎，你们现在大家都要抢那个香肠吃我们。要赞助香肠的朋友，请先登记，再回家等通知。我们香肠很好吃哦。好，期待嘞。对，因为平常都是买那个什么那个新东阳，对，就觉得。我们香肠是道地的台式香肠，假日的时候一天都要卖2、3千根。哦，因为我们是属于采那个就方便买就走，就全年买就走了，比较快。因为有时候遇到就是像上一次嘛，是之前遇到了台风或地震的，那个就没办法办嘛，没办，我那香肠买了也没有用，那你说就最后一刻再买就好了。期待下次可以吃到化石先生的香肠。一定要让我跟到，上次没跟到。有这台风，还有特地下来的吗？这个台风。期待化石先生的香肠。另外，顺便为大家更新一下，在台预估上市时间比将还要久的 F450 GS 它的最新动向。450的资讯到底怎么样了？拖很久了吧？目前450呢已经可以先开始接单，但我们现在接单呢就是预计就是会排明年的1、2月开始生产，也是保守一点预估，大概就是在5或6月那个区间。2026年的5、6月。对啊。规格还没出来吗？还没，有可能可以啊，马上就推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对，空运来台，都还没生产呢，明年还生产呢。有电摩车啊？有电摩车吗？会有台湾有了吗？会特殊车，真讲不到，可能会落在大概40几万左右吧。40几万啊，不会吧？40几万的390干走了，但不确定，但我不。底线 YC0402，赶快参加香肠杯。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在使用正确轮胎是很重要，就是说要依照你的环境。
哦，你也跑路线。当然我们如果在预算够，但是选这个，虽然说它里程没办法降那么多，大概差1.5倍啦，但是它带给你的欢乐。跟回忆，每一次的那个就是骑乘下来的回忆，你是印象深刻的。可是它只能给你公路的回忆，区间测速啦、超速啦之类的。你在领导人面前骑50，很快了呢，很恐怖呢，可能会掉下去，你知道吗？所以你可能是用30的时速在跑而已。没错没错，要享受着大马力给你那种动力滑胎，它能给你还是55哇，这么开心55，已经有战斗了已经。55其实在资深玩家里面算还不够战斗，所以我换那组算是73吧。你的后轮是91，哇91，难怪那么猛，很猛，对，很咬，好爽哦。对啊，这个话你可能会变退步啦。哦，对啊，但是当然那个胎，我记得那时候买8800哈，好贵，一个后轮8800。再次感谢阿志的无私割爱，让我可以在土路恣意妄为。1、2、3，9月12号，好，那你我们这边，没关系，我今天直接送折价券，获得500元折价券。要拍我拍他，怎么称呼啊？可以叫我点点，帮忙的小精灵。哦，帮忙小精灵，好，不好意思。常来摊位可能就会看到我。好，跟踪可以，好，跟踪很需要，这天气很需要毛巾啊。感谢。Europe 欧洲抓，就简称欧抓。哦，这是新的品牌吗？这新的品牌。哦，难怪很冷门。对，这个大概成立4年左右而已。那我们在前年的时候把它代理到台湾，那我们是跑车业，就是我们菲亚利的代理商。哦，对，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在台湾已经经营了20多年的摩托车市场，所以菲亚利代理的东西呢，绝对是没问题的。所以主要是以公路就为主嘛，我看。有公路胎，那也有多功能车胎。那它应该在明年的时候会有新的竞赛胎，就是比较更偏向运动这一块。那它也有速克达，速克达轮胎也有。他们现在的产品线是会延伸到大概90几项，也有越野车胎，纯越野。我之前是用这个啦 ，STR， 狗跟 STR 对之前，对55，对，不够用。就土路不够用还是公路不够用？公路好用，土路不够用。你问他懂了，超滑的，就 STR 在土路很滑，就不行。没有，因为它比较偏，它在55对，可是公路很好骑。对，可是公路真的很好骑。你到了土路，它排土的效果太慢。没错。如果你的整个土路在轮胎上，对，它的沟太杂。对。不过公路没有话讲，3刀超好切。专业，赞。谢谢。要分享一下吗？干嘛？所以今天有表演吗？我今天没有表演。没有，这个场地很适合表演呢，设计之类的。游泳吗？顾问之类的。没有哦。OK， 好。客气。失望。好啊，看到。所谓南香肠北叉烧，对，我们叉烧哥竟然骑3车来了。怎么回事？这是什么？你们在2轮聚会，你们怎么连轮子都没有啊？叉烧他有办那个台湾的最大的 ATV 的那个抽比，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参加一下。交流赛，交朋友，不重要，重要是听过。没错，是在参与，没错。晚上尽量喝，晚上加码。2025台湾 ATV Trophy 在南投，期待各路 ATV 越野同好们到时见啦！哇，资深车友哎，超资深的，资深前辈，大前辈。从2002年，11月开放以后就买了，就开始了。然后从11月底就交车，一直骑到现在。那没有停对不对？都没有停，我骑了22年了。那时候范德车队2003年成立，一直到现在。为什么想要挑 BMW？那时候开放，我就是喜欢骑 BMW 啊，因为我知道 BMW 它的产品的品质一直都很好啊。对，素质很棒。素质很棒，所以说我很喜欢骑 BMW 车子啊。对啊，真的，因为热爱这个品牌，所以这22年来不断的一直参加大会师，因为去年没有办，我一直很挂念那个潘会长，有没有见到？终于2年后又见到潘会长了。待会我们见面，你就在隔壁坐了。隔壁坐，哎呦，我看到旁边啊。对，待会过去拜访。到以后就男人的浪漫就是那么简单。那个全国只有4辆的唯一一辆就被你蹂躏过，不，临幸过。那时候骑 HP2，结果骑之后觉得，对，好像大家都觉得太重了，因为他毕竟跟那个 Cross 车还是不能比的。我跟阿志不一样，阿志他会改车，然后我不会改，所以我就只能够用他原有的去骑。垃圾悬吊对不对？垃圾悬吊，他那个事情太不行了啦！哎呀，结果后来我去那个叫什么那个伞兵坑，嘿，结果呢，就倒车。是哦，不应该，你的技术应该是要很，结果还是不行，那10几年前了。对啦，已经那个悬吊真的是很不惜啊，就是刮然后就很软。后来就换了 KTM 身体很诚实。那时候525是有排头，5台而已，我就5台而已。对啊，525不多5台而已。结果525的时候，觉得大家都觉得哇塞。把那个大鸟啦、什么 HP2 啦都甩到后面。男人的快乐就是那么简单。听说是香肠车队，是不是？没错，终于可以把这个名称稍微抬上来了。不错，蛮好的，加油啊！好，
戴教官，那你重错不用买了。而且我认为哦，BMW 的那种车模的活动，不是车模的，做活动是吗？就女生穿的会比较保守一点。对，而且素质很高，没错，我觉得素质很高，没有素质很高，没错，各位，每年都这样子的。对，从2008年参加到现在，每一届都是很高。对，啊，越穿越保守。听说穿的很热，然后有人说哇，BMW 活动穿的特别热，会吗？是不会，是不会到热啦。我觉得是文化啦，这个文化。其实德国这个品牌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品牌，它重视的是质感啊，所以他们在挑选这样子一个活动伙伴的时候，就特别要求是质感为对，不要穿牛仔裤稍微憋个汗。炎热高雄穿成安呢，真的是太敬业了。期待下一次可以不穿的那么憋汗。既然这次是首次以香肠杯之名参与台湾 BMW Motorrad 大会师，那就容我在此不厌其烦的为大家快速温习几类关于香肠杯的5大特色，当做晚宴的暖场。回首2020年，香肠杯在一个偶然且浪漫的契机下，开始在南部推广 ATV 越野活动。那时候的氛围，中北部的推广已经逐渐成熟，但南部却显得冷清，多数南部玩家只能孤军奋战，他可以去探索林道的乐趣，包含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摸索前行。所以我们也期许香肠杯能在下一个5年，继续与更多刚入坑的啊，或是重度玩家等等的 ATV 同好们相逢相遇，一起溜了吃香肠。OK， 回到这一届 BMW Motorrad Days 大会师2025，不得不说，在这2年重机市场低迷的时期，大会师的活动品质依旧没有打折，这点确实值得肯定。据我的观察拙见，其实不少车友会选择 BMW 重机，就是冲着这样的官方活动而来。所以啊，原厂的活动的品质与车主凝聚力的连接程度可见一斑。总之呢，在这一天就与新知相见欢，我真的玩得非常开心。特别要感谢一路上陪伴的常友、辛苦筹备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有让这一场大会师热闹圆满的各路车友们。最后还有一点超开心，就这一届终于搬来高雄，超爽的。之前有参与过大会师，不是在日月潭，就是在台东。这一次高雄会师活动结束后，克里斯波还能过来接我，也算是给这旅程画上了一个温馨的句点。而且啊，在回家途中还遇到一件小确幸，那就是我的 RTS 也那么的刚好，在这段回家的路顺利完成了训车仪式，浪漫浪漫。相信在不久未来就跟大家分享这台小钢炮解放原动力输出的骑乘感受。OK， 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啦，我是克里斯，我们下次见，拜。